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客户阿强去台湾探望表妹小芳的经历。阿强是一名从事公交车驾驶工作10多年的老司机了，在东北某市公交公司上班。去年底，阿强表妹小芳在台湾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两人经过半年的相处就决定结婚了。今年5月，小芳特地邀请阿强去台湾玩几天，顺便参观一下台湾的公交系统。哇，姐，台湾这边的公交系统也太人性化了吧！刚到台北没多久，阿强就给我打来电话，话筒那边传来他兴奋的声音。这边的公交车不仅干净整洁，而且司机们的服务态度超好的啦。我笑着问，怎么就把你这个老司机给惊讶到了？你知道吗？这边的公交车站牌上不只标注了路线图，连发车间隔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最神奇的是，居然还有电子屏实时显示下一班车还有几分钟到站。阿强像个孩子一样分享着他的见闻。对啊，这在台湾已经很普遍了。我说，而且台湾的公交车都有低底盘设计，方便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没错没错。我还发现每辆车都装有专门的轮椅升降台，遇到坐轮椅的乘客，司机会主动下车帮忙操作。这种设计在咱们那边虽然也有，但是普及率还不够高。阿强继续说道，最让我感动的是，这边的公交司机都会等老年人坐稳了才开车。前天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就看到一位老奶奶上车，司机师傅一直通过后视镜关注着老奶奶的情况，直到确认她坐好才缓缓启动。是啊，这就是两岸公交系统最大的区别之一。台湾这边更注重服务细节和人性化关怀。我说，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公交车的报站系统？当然注意到了，简直太贴心了。阿强兴奋地说，每到一站不仅会用国语报站，还会用闽南语报站，有时候还会用英语。最重要的是声音清晰，报站及时，不会出现咱们这边有时候到站了还没报站，或者都开出去老远了才报站的情况。哈哈，看来你这趟台湾之行收获不少啊。我打趣道，可不是嘛。阿强感叹道，不过说实话，最让我羡慕的还是这边公交司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你知道吗？这边的公交司机不用担心35岁就失业，而且薪资待遇相当不错。是的，台湾这边对公交司机的职业保障确实做得比较好。我说，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比较人性化，基本上都是排班制，不会出现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的情况。阿强叹了口气说，确实啊，咱们这边虽然这些年也在不断改善，但是跟台湾相比还是有差距。像我们公司虽然也在推行人性化服务，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手不够，一个司机经常要连着开好几个班次。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是台湾某个公交公司专门设立了司机休息室，配备了按摩椅和休息床，让司机们能够在班次间隙得到充分休息。这种重视员工身心健康的做法，确实值得大陆这边学习。阿强跟我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对了，丽姐，我发现这边的公交司机好像都穿着统一的制服，看起来特别精神。没错，台湾这边对公交司机的仪容仪表要求比较严格。我解释道，不光是统一制服，连发型、面部表情都有规范，而且每天上班前都要参加晨会，进行服务礼仪培训，难怪呢。阿强恍然大悟，我这2天坐公交，每次上车司机都会微笑点头说早安或您好，下车的时候还会说慢走。这种温暖的服务态度让人觉得特别舒服。说到这里，阿强又想起了一件事。对了，最让我惊讶的是，这边的公交车居然还会在红绿灯路口主动让行人。在咱们那边虽然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真正做到的并不多。是啊，这就是文化差异。我说，台湾这边的交通文明意识比较强，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都更注重互相体谅和礼让，确实如此。阿强深有感触地说，我注意到这边的乘客都很自觉，上车会主动排队，不会出现拥挤抢座的现象。下车的时候也会说谢谢，让人感觉特别温馨。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对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公交车上的博爱座？有，阿强立马接话，
这个设计太人性化了，专门留出一些座位给老弱病残孕，而且乘客们都很自觉遵守。最重要的是，这些座位的位置都很合理，方便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乘客上下车。而且台湾这边的公交车内部空间设计也很贴心。我补充道，比如扶手的高度、座位的间距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对。阿强越说越兴奋，我还发现这边的公交车基本上都装了空调，而且温度调节得很舒适，不像咱们那边有些车空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我说，对了，你知道台湾的公交司机为什么能把服务做得这么好吗？为什么啊？阿强好奇地问。因为他们有一套完善的培训和考核机制。我解释道，每个司机上岗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不仅要学习驾驶技能，还要学习服务礼仪、应急处理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在工作期间还要定期参加培训和考核。原来如此。阿强若有所思，难怪他们的服务水平这么高。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最羡慕他们的薪资待遇。听小芳说，这边的公交司机工资都不低，而且福利待遇也很好。是的，台湾这边的公交司机属于公务人员体系，工作稳定，薪资待遇有保障。我说，而且他们还有年终奖、加班费、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年龄问题，只要身体状况良好，可以一直做到退休。听到这里，阿强又叹了口气，这就是差距啊。咱们这边虽然这些年待遇也在提高，但是跟台湾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35岁这个年龄门槛，让很多司机都感到压力很大。所以说，咱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我说，不过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的。说起来，我还发现台湾这边的公交站牌设计也很有意思。阿强继续分享他的观察。每个站牌不但标注了详细的路线信息，还有二维码可以扫描查询实时到站信息。最贴心的是，有些站牌还标注了换乘信息和附近的景点介绍。对呀，这就是所谓的智能公交系统。我接着说，而且台湾这边还有一个叫公车动态系统的手机应用，可以实时查询公交车的位置和到站时间，还能规划最优乘车路线。哇，这也太方便了吧！阿强惊叹道，难怪我看到很多乘客都在低头看手机，原来是在查公交信息啊。说到这里，阿强突然想起了另一个细节，丽姐，我发现这边的公交车报站系统特别有意思，不但会用国语和闽南语报站，遇到重要景点还会用英语报站。最特别的是，有时候还会播放一些景点介绍，让人感觉像是在听导游讲解一样。是啊，这也是台湾公交系统的特色之一。我说，他们不只是提供简单的交通服务，还融入了文化导览的功能。有些路线甚至还会根据季节变换报站内容，比如樱花季就会特别介绍沿途的赏樱景点。太用心了，阿强连连称赞。对了，我还注意到这边的公交车都很准时，基本上都是按照时刻表运行，很少出现延误的情况。这就要说到台湾公交系统的调度机制了。我解释道，他们采用了智能调度系统，可以根据路况实时调整发车间隔，而且每个车队都设有调度员，负责协调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怪不得呢。阿强恍然大悟，我看到有些公交车站还标注了尖峰时段和离峰时段的发车间隔，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真的很贴心。还有更贴心的呢。我笑着说，你知道台湾有些偏远地区是怎么解决公交服务的吗？怎么解决的？阿强好奇地问。他们推出了预约式公交服务。我解释道，乘客可以提前预约乘车时间和地点，公交公司会根据预约情况安排车辆。这样既保证了偏远地区居民的出行需求，又避免了空载运营造成的资源浪费。这个创意太棒了，阿强由衷的赞叹。这种服务模式确实很适合偏远地区。对了，我还发现这边的公交车都很注重环保，很多都是电动车或者油电混合车。没错，台湾这些年一直在推广绿色交通。我说，不但更新了大量的电动公交车，还在很多站点设置了太阳能候车亭，既环保又实用。阿强点点头，确实，我看到很多候车亭都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不但可以照明，还能给手机充电。而且候车亭的设计也很人性化，有遮阳挡雨的功能，座椅也很舒适。这就是台湾公交系统的特色，处处体现着对乘客的关怀。我说，而且你知道吗？台湾的公交司机还经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真的吗？阿强一脸惊讶。是啊，比如每年春节前后，很多公交公司都会组织司机们义务接送独居老人或行动不便的市民。我解释道，有些司机还会利用休息时间参与社区服务，比如教导老年人使用智能公交系统。这么说来，台湾的公交司机还真是很有爱心啊。阿强感慨道，不过我还是最关心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问题，毕竟这关系到咱们这一行的未来发展。那我跟你详细说说。我接着说，首先，台湾的公交司机属于公营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不是外包人员，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和基本权益。具体待遇怎么样啊？阿强追问道。基本工资在4万到5万新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差不多9000到11000元。我说，而且他们还有年终奖金、3节奖金、全勤奖金等各种补贴。最重要的是，只要表现良好，可以一直做到退休年龄，不用担心35岁就要被辞退。这待遇确实不错，阿强感叹道。不过我听说他们的工作强度没有咱们这边大。是的，这也是一个重要区别。我解释道，台湾的公交司机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且是分段轮班，每天工作时间不会超过9小时，中间还有固定的休息时间。那他们的休息条件如何？阿强继续问，这个更让人羡慕了。我笑着说，每个车队都有专门的休息室，配备了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基本设施。有些车队还设有按摩椅、健身器材，甚至还有洗衣房，让司机们能够在休息时间放松身心。哇，这也太人性化了吧！阿强惊叹道，难怪他们的服务态度那么好，有这样的待遇，谁不开心啊？而且台湾的公交公司还很重视司机的职业发展。我补充道，他们会定期组织培训，包括驾驶技能提升、服务礼仪、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表现优秀的司机还有机会晋升为调度员或管理人员，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阿强说，有了晋升空间，大家就会更有干劲。对了，他们的休假制度怎么样？也很人性化。我回答，除了基本的年假、事假、病假外，还有特休假，而且请假手续也很简便，只要提前安排好班次交接就行。阿强若有所思地说，这么一对比，确实能感受到两边的差距。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问题。台湾这边把公交司机当作重要的服务行业来培养，而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说得对，我赞同道，这种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才是推动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而且台湾的乘客也普遍很尊重公交司机，经常能看到乘客主动跟司机说辛苦了或谢谢。是啊，这种相互尊重的氛围真的很温暖。阿强感慨道，对了，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边的女性公交司机似乎比较多。没错，我说，台湾这边很重视性别平等，不会因为性别而设置职业门槛。而且由于工作环境好，待遇稳定，确实吸引了不少女性加入这个行业。这点也值得咱们学习。阿强说，说实话，这次来台湾，让我对公交司机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咱们那边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只要方向对了，迟早会赶上来的。说得对，我接着阿强的话说，其实近年来咱们大陆的公交系统也在不断进步，很多城市都在学习台湾的经验，引进新技术、新理念，确实如此。阿强说，就拿我们公司来说，最近2年也开始推行很多新措施，比如建立了司机休息室，改善了排班制度，薪资待遇也在逐步提高。这就对啦，我鼓励道，渐渐来嘛，毕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重要的是要找准方向，脚踏实地的去改进。阿强点点头。这次来台湾，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做公交服务不能只停留在把客人送到目的地这个层面，而是要多想想怎么让乘客的整个出行体验变得更美好。对，这就是服务意识的提升。我说，就像台湾这边，从站牌设计到车厢布置，从报站系统到司机服务，
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用心，而且我发现他们特别注重细节。阿强补充道，比如车厢内的温度调节、车速控制、转弯时的平稳度，这些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着乘客的乘车感受。说到这里，阿强突然笑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以前我总觉得开公交车就是个苦差事，但是这次来台湾，看到这边的司机们精神抖擞，充满干劲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其实这个职业也可以很有尊严，很有意思，这就对了。我高兴地说，任何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关键是要用心去做，不断提升自己。是啊，阿强说，虽然现在咱们那边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35岁这个年龄门槛，但是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的。当然啦，我安慰道，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台湾这边的公交系统虽然人性化做得好，但是在覆盖范围、线路密度等方面还是比不上咱们大城市的公交网络。对，阿强连连点头，所以我觉得两岸可以多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好啦，我笑着说，看来这趟台湾之行没白来，不但看到了先进的服务理念，还收获了这么多感悟。是啊，阿强感慨道，等我回去后一定要把这些见闻分享给同事们，希望能为改善咱们的公交服务出一份力。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对了，你还记得小芳说的那件事吗？她说有一次下大雨，公交司机特意把车停在屋檐下，让乘客可以不淋雨地下车。记得，阿强说这种细节特别暖心。其实咱们这边也有很多好司机，也经常做这些暖心的事，只是可能宣传的不够多，让人觉得都是负面新闻。这也提醒我们要多发掘和宣传正能量。我说，毕竟好的案例才能带动更多人向善。听完阿强的分享，我不禁感慨，两岸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是一样的。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大陆的公交服务一定会越来越好，司机们的待遇也会越来越有保障。最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位公交司机都能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用心为乘客服务。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对你有启发，欢迎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